藏紅花咧又叫西紅花或者叫番紅花。明代嘅時候咧，由西藏經茶馬古道傳入到內地。現在個中藥市場咧，經常會見到呢啲藏紅花嘅。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。呢一期嘅視頻咧，我哋嚟講講藏紅花。第一個問題，藏紅花嘅功效係點呢？中醫認為咧，藏紅花味甘性平，佢主要係歸我哋嘅心肝經。藏紅花功效咧，佢為活血化瘀、涼血解毒同埋解瘀安神嘅。咁藏紅花喺臨床上咧，舉例嚟講咧，佢可以用於我哋嘅溫病、熱日營血啦，即係好熱啦呢個情況，高熱神溫啦，發崩發疹呢個情況。例如咧，我哋要用藏紅花嚟涼血解毒嘅話，可以單用或者係加啲其他一啲熱解毒嘅中藥啊，例如大清熱啦，或者係我哋嘅百能根啦。咁一齊加入去啊，增強我哋清熱解毒嘅作用。藏紅花咧，有時又會根據病情嘅需要，佢會同一啲活血嘅藥咧配合一齊嚟加強藥力嘅。比如有時候有啲女性朋友佢有痛經經閉啦，有啲醫生就會加啲益母草啊或者丹參嘅一齊用嘅。咁中醫應用嘅問題咧，我哋今日咧就稍為帶過啦，因為我哋今日嘅主題咧就講講下面幾個問題啦。咁第二個問題咧，藏紅花嘅副作用有邊啲呢？咁謝醫生咧講副作用咧，主要講講佢對內分泌系統嘅影響啦。分三個小點。第一點咧，佢就影響我哋女性朋友嘅內分泌啦。雖然我哋咧好多時候經常會睇到好多女性朋友啦，佢會食用呢個藏紅花嚟調節我哋嘅身體嘅，但係如果我哋服用咗過量嘅話咧，就會嚴重影響到我哋女性朋友個內分泌系統，導致一啲內分泌失調嘅情況。呢啲都要注意嘅。第二咧就係可能會造成一啲女性朋友咧食藏紅花咧，佢會經期紊亂嘅。一啲身體健康嘅女性，佢嘅月經咧一般嚟講係比較規律嘅。如果喺呢啲我哋平時月經係比較規律嘅女性朋友嚟講，我哋經常飲呢啲藏紅花咧，可能會導致我哋月經咧出現一啲亂嘅現象，即係咧，例如我哋有時月經嘅嗰幾日咧個週期咧就時間就長咗或者係縮短，最後咧藏紅花又會刺激我哋嘅神經嘅。咁現代研究發現咧，藏紅花咧含有一啲可以刺激我哋神經功效嘅因子啦。如果長期咁服用嘅話咧，都容易導致我哋神經興奮。你神經過於興奮，同時咧佢可能會對我哋嘅睡眠產生影響嘅。咁咧第二個問題咧，我哋副作用咧就唔使講咁多嘅，最緊要係最後一個問題，6種人群係唔適宜飲呢個藏紅花嘅。咁第三個問題咧，謝醫生啊直接講，我哋如何挑選呢個藏紅花？有啲朋友可能會問，喂，謝醫生，你啱啱開始講到藏紅花係咪同西藏有關啊？係咪西藏嘅藏紅花就最好啦？其實咧呢啲藏紅花咧，佢係原產於地中海地區嘅，所以好似小亞細亞、伊朗呢啲地方，最早咧佢係由我哋以前一個好文明嘅地方叫波斯，佢哋傳入印度，由印度咧又傳入西藏，最後由西藏咧又傳入內地，所以佢又叫藏紅花啦。佢唔係西藏係原產地，呢個大家唔好搞錯。點解咧？因為西藏嘅氣候咧其實比較寒冷嘅，而且咧佢嘅晝夜溫差比較大，同時咧佢個土壤咧又係比較乾燥缺水喎，佢就唔可以滿足藏紅花生長嘅條件，所以西藏根本就唔係產藏紅花嘅。不過咧，隨着農業科技嘅發展咧，而家啲研究人員咧已經攻克咗咧藏紅花高原生長嘅溫度、濕度同埋光照呢啲技術嘅難關啦。佢都成功咁栽培咗原產於西藏嘅藏紅花啦。但係咧，傳統嘅藏紅花唔係原產於西藏嘅。咁我哋回復呢個正題啦。咁有5個建議咧，俾大家嚟分辨呢個藏紅花嘅。第一點就係比較粗壯同埋長短啦。藏紅花咧生得越粗越長就越好啦，咁越細咧碎咧呢啲品質就越差啦。咁品質差，價錢就低啲。咁國際標準特級花絲嘅長度就2厘米。咁第二點又睇黃色花生嘅比例，高品質嘅藏紅花佢嘅頂端即係佢個紅色部分咧，越往下邊咧佢就越細嘅，佢嘅黃色花心咧就越多咧，佢個品質就越差嘅，價格就越低嘅。
第三點就講佢嘅整體外觀啦。優質嘅藏紅花咧，佢整體咧嘅大小係均勻嘅、乾淨嘅，佢冇咩其他雜質嘅。如果呢啲藏紅花咧，佢嘅品質比較差嘅話咧，佢就唔係咁樣噶啦，係嘛？佢又唔均勻啦，唔乾淨，有雜質咁樣，價格都係低啲嘅。第四點咧，我哋可以投入熱水咁樣去鑑別。最常用嘅鑑別方法咧，就將呢個藏紅花投入到熱水嗰邊。我哋如果係真嘅藏紅花咧，佢會睇見呢啲黃色咧，好似線性咁咧下降嘅，慢慢咁就逐漸擴散嘅，水都染成黃色嘅，水質係清澈嘅，冇咩雜質嘅。如果我嘅水咧，你係紅色嘅，咁可能呢個藏紅花就係假噶啦。咁第五點咧，睇顏色同埋聞味道。正宗嘅藏紅花咧，顏色係暗紅嘅，佢聞起嚟咧係有啲香味嘅，浸水係冇味道嘅。但係如果我哋市面上有啲商人咧，佢又硫磺酸過嘅，咁硫磺酸過咧肯定唔好啦，對我哋身體係嘛？咁硫磺酸過嘅藏紅花咧，佢個顏色咧係鮮亮嘅，浸咗水之後咧，佢有酸味嘅，而且咧佢有啲刺激性嘅味道。呢點要注意，而且嘅時間越長咧，佢呢種酸味咧就越強噶啦，大家就唔好購買呢種啦。第四個問題就係我哋呢一期嘅視頻嘅重點啦，乜嘢人唔適合食藏紅花咧？第一個，孕婦唔適合食藏紅花，因為藏紅花咧佢屬於中藥材，而且佢有一個護血化瘀嘅效果，飲咗之後就會對我哋子宮有一定嘅刺激作用。佢容易導致我哋出現子宮興奮，同時咧都會刺激我哋嘅神經紊亂，所以咧佢有可能會出現流產嘅情況，所以孕婦係唔可以使用呢個藏紅花嘅。謝醫生係第一點嚟講呢個問題。第二點咧就月經期嘅女性朋友都唔好食藏紅花啦，尤其係月經量大嘅女性朋友，因為藏紅花咧佢有比較好嘅一個活血效果。月經期嘅女性朋友咧，佢應用啲藏紅花咧，可能會導致我哋女性朋友流血增加。咁流血增加嘅話咧，就容易出現一啲氣血虛弱嘅情況，比如咧出現頭暈乏力呢啲氣血虛弱嘅症狀啦。咁嚴重嘅話咧，就可能導致貧血噶。第三點咧，就有出血性疾病嘅朋友咧，就唔好食藏紅花啦，包括一啲痔瘡出血，或者係有啲朋友佢有胃潰瘍出血嘅，甚至係有啲朋友佢有腦出血嘅，呢啲或者係有啲朋友佢有凝血障礙嘅，呢咁樣出現咗皮下出血或者內臟出血，都係唔可以飲藏紅花噶，因為出血性嘅疾病嘅朋友咧，佢飲咗咧藏紅花飲咗水之後咧，可能會出現呢個大量出血，導致之前嘅病情更加嚴重，所以咧大家唔可以飲藏紅花嚇。如果係有出血性疾病嘅話，第四點咧，藏紅花咧飲用都唔可以過量嘅。咁大量嘅藏紅花咧，佢會出現急性中毒嘅危險嘅。比如咧，好似嘔吐啦、腸絞痛啦、胃腸出血啦、尿血咁不良嘅反應嘅。中毒嘅時候咧，佢會出現神志不清、震盪，嚴重嘅話仲要驚激呼吸咧，佢會先興奮後抑制嘅。少數病人咧，佢會出現頭暈啦、皮疹或一次性嘅蕁麻疹，呢係同藏紅花咧佢個神經系統嘅興奮作用同埋過敏反應有關嘅。出現咗中毒嘅情況，謝醫生話你即刻要去醫生就醫，所以咧藏紅花你一定喺醫生嘅建議下使用嘅。第五點就係腸胃唔好嘅朋友就唔好食藏紅花啦，比如有胃潰瘍或者長期嘅腸胃唔好嘅朋友，你就唔好食咁多藏紅花啦，因為其實你就算冇上邊嘅禁忌，你腸胃唔好，你都先調理好身體又唔係你講得藏紅花咁好，你都唔可以完全吸收佢嘅藥性啦，而且可能對我哋身體健康有啲影響，係咪？但前面咧講咗幾類朋友，最後我最新就強調兒童細蚊仔，一般情況下，除咗係醫生開藥之外，藏紅花都唔好俾細蚊仔食用。最後咧，謝醫生都係建議大家唔好因為藏紅花係又貴，電視廣告又講得比較好，花中黃金就買嚟試啦。藏紅花係一味中藥嚟㗎，所以咧建議咧藏紅花咧一定要喺醫生嘅指導下使用。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，希望呢一期嘅視頻咧對你有所幫助啦。